行动学习6大步骤。要在公司内部推行行动学习法，确定各个部门目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开展行动学习的第一步吗？是的，没错。开展行动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问题。发现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是行动学习法的关键。第一步往往是学习小组成员直接提出的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之后是在外部专家的引导下逐步发现问题，但最终找到的问题都是小组成员在具有高度责任心和高度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创造性思考的结果。问题的解决能够给组织带来显著的收益，并为参与者带来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您之前让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确定问题，现在问题整理出来了，我们怎样才能判断这些问题能不能用，合不合适呢？这个问题问得好，通过评估工具，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些问题的质量如何。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步工作是什么？接下来就要成立行动学习小组。行动学习小组一般由4至8人组成，小组成员背景不同，最好有互补的专业知识、技能或经验，但对要解决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对问题的解决要能够有所贡献。确定行动学习小组的培训师和技术专家，学习小组将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时间限度确定聚会次数。那我们人资部需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吗？人力资源部门有时候需要参与小组成员的选择过程，以有计划促进小组成员的成长。在确定行动学习小组成员的沟通过程中，应重点考察小组成员是否时间有保证，是否关心行动学习的问题，是否有参与的热情。成立的行动学习小组是否和前面确定的问题一样，也有相关的评估工具呢？是的，通过小组成员资质评估工具和小组构成多样性评估工具，可以评估成立的行动学习小组质量。行动学习的第3步就是要进行质疑和反思。小组成员定期举行会议，按照设定的框架和程序，针对提供的问题展开讨论，对自己及其他成员的经验进行质疑，并在行动的基础上不断反思，从而对问题的本质达到更深入的认识，并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每次会议都要做好重点，记录每一学习阶段所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备未来查询参考。讨论的问题包括问题的性质、问题的解决方案有何困难、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邀请专家或成功企业家参加主讲。质疑和反思感觉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另一种形式。质疑不是一味的否定他人，自我批评也不是盲目的自我否定。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相关评估工具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质疑和反思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怎么做？第4步就是制定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的制定和产生要通过小组成员的相互交流和深入思考。学习小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将要用在问题的辨析和方案测试上。制定行动学习计划，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模板。同样的，通过质量评估工具，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制定的计划是否过关。既然计划已经制定，接下来我们应该就是把计划付诸行动了吧？是的，第5步，执行行动计划。在小组学习后，小组成员合作或独立工作，收集相关信息，搜寻支持要素，执行行动计划。行动学习成果必须通过行动的过程才能得到验证，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对组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小组成员也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才能进一步反思，以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执行行动计划
是行动学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后一步就是组织成果评估验收了。